我是司命殿的一名小仙，偶尔会下凡帮助历劫的仙人修补走偏的剧情。我与林谢一生只见了3面，第3面时，他万箭穿心倒在大雨之中，问我：神女爱世人，你为何不肯爱我？我撑伞的手一抖，糟糕，掉马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神仙大会上，琼华仙君当众拒绝天帝为他和九公主的赐婚，天帝一怒将他打下凡间历劫。正巧本君命中有此一劫，他浑不在意，又偏头点了点司命星君，劳烦司命安排点新鲜的命数。言罢，挥挥衣袖飞入轮回。师父神色慌张来寻我时，我正在桃花树下打瞌睡。桃花，快醒醒！琼华仙君下凡渡劫了，我这儿没有现成的故事，你快将新写的话本给我，我将就改搬到命簿上。我迷迷糊糊，只听到他要我新写的话本，随手把熬夜写完的话本递给他。等等，谁下凡渡劫了？我当即跳起来，师父，你说的是那位自大又傲慢的琼华仙君。取出命簿开始施法的司命星君应是。我记起话本里的内容，小声道，可我写的这本是凤凰男赘婿不得好死的故事。按照琼华仙君的脾性，日后历劫归来一定会大闹司命殿。司命星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已经晚了，命不落字，无从更改。我只好干笑2声，脚下开溜。琼华仙君转世成了林谢。按照书中的内容，林谢文武不通，只凭一张脸倾倒了惠安公主，登上驸马之位。可如今不仅林谢中的戒缘在京备考，而且惠安公主是个大宅女，轻易不出门，两人至今没见面。我看着凡尘境中的用功读书的林谢，皱起了眉。仙君不愧是仙君，成了凡人居然不受命簿的控制。站在一旁的司命星君愁容不展，桃花啊，为了仙君顺利渡劫，老样子，你下凡一趟。师父，您罚我扫个院子还没扫呢。我悄悄后退。这是你写的话本？是师父您强行。司命星君拂尘一扫，一股力量压着我下坠。待我回过神来时，已经附身到惠安公主身上了。公主，太子殿下派人来问，明日是上巳节，可要去姬庆寺踏青？侍女来问，自然是要去的。我淡淡说道。侍女面露惊讶，而后雀跃着退下。林谢就住在姬庆寺备考，不去那里怎么完成出狱？我对着镜子揉了揉脸，嘱咐自己一定要演好对林谢一见钟情的戏码。上巳节这日，我熬过无聊的上香拜佛流程，悄悄溜去了后山。许是夜里下过一阵春雨，道路有些泥泞。我低头看着陷进泥中的绣鞋，苦恼起来。身为公主，总不能这样去见林谢吧，太狼狈了。旁人是步步生莲，我是步步一泥。姑娘，出了何事？我循声望去，是林谢，他正站在不远处的桃花树下。我的绣鞋脏污，不能再穿了，快表演出一见钟情。我努力暗示自己，越暗示脑中越想起眼前之人是琼华仙君，他在天宫总是傲慢又无礼，到处寻人打架，偏生许多神仙又打不过他。罢了，我演不了，我将目光移向他身后开得正盛的桃花树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比琼华仙君有意思多了。林谢慢慢朝我走来，最终蹲在我跟前。前路泥泞，我背姑娘出去吧。背我出去，免不了肢体接触，这是有成效了。我故作羞涩，轻轻应了声，弯腰趴到他背上，淡淡的墨香叫人沉静。我指了一处供香客休息的禅院，林谢一路背我过去。侍女见此情形，连忙来扶我。林谢放我下来，我道了句谢。小生姓林，单名谢，敢问姑娘芳名？大胆，竟敢问惠安公主名讳！侍女厉声喝道。我心一紧，万一林谢以为我嚣张跋扈，拒绝当驸马怎么办？不得无礼，退下。惠安公主。林谢笑了笑，躬身行礼。林谢知晓了。林谢走了，侍女重新拿了一双新鞋替我换上。那只陷在泥地中的绣鞋却怎么都没寻到。在凡尘境中看到惠安公主悄悄派人打听林谢，我松了口气，出了司命殿，继续扫院子。其实神仙附身凡人，凡人并非毫无意识，他们会像个旁观者，
清晰地知道身体发生的一切，只是身体不受自己控制罢了。这位惠安公主对林谢产生了兴趣，后面按照话本所写，她会绑下捉婿，捉了林谢。司命殿有一棵万年桃花树，200年前曾遭琼华仙君引来的雷劫劈了道裂缝，我便是那个时候诞生的。万年桃花树竟真能修出仙灵。他轻笑了一声，收起长剑，看向我，不容置疑，你因我而生，不如拜我为师。司命星君听到动静，匆忙跑来。琼华仙君，他是司命殿的树。小桃花，说说看，你想做谁的徒弟？琼华仙君很是自信，顺道给我起了名字。彼时我并不认得他，不知道天界有无数神仙想拜入他的门下，也不知道他从未收徒，我只熟悉司命殿。桃花树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我怯生生说完，琼华仙君的脸色瞬间黑了，我吓得闪身躲进桃花树。司命星君微笑着送客，可一抬头，笑容便消失了。琼华仙君一剑插入地下，念诀施法，竟是想将桃花树连根拔起。仙君不可，即便你移栽过去也无用，司命殿的水土与别处不同，讲究因缘际会。司命星君的劝诫我听得一知半解，但我知道此刻琼华仙君不是个好东西。我施法拔出了他的剑，朝他跟前一甩，佯装强硬道：拿着你的剑，给我滚！见他愣在原地，我还用桃花兜头淋了他一身，以示羞辱。好半晌，他捡起地上的剑，兀自说道：法力不济，是时候闭关了。后来成了我师父的司命星君告诉我，琼华仙君的剑除了天地无人拔出过，那说明我比他强，我做他师父还差不多。我继续翻命簿，看着上面的故事入迷。临谢高中状元那日，簪花游街，堵得水泄不通。金銮殿上，圣上对他格外喜爱，问他是否婚配，想为他赐婚。临谢当堂跪下，朗声道：臣倾慕惠安公主已久，愿娶她为妻，请陛下恩准。大胆，竟敢肖想公主！不同于太子的怒意，圣上若有所思地打量临谢。临谢又重复了一遍求娶公主的话。有胆识，朕准了，择日完婚。圣上大悦。赐婚的事很快传遍了皇宫，惠安公主听到消息时略微惊讶，并未拒绝。婚事办得隆重，临谢当场作诗12首以示欣喜。1个月后，临谢自请外调，在翰林院整日与古籍为伍，并非臣的志向，臣想到地方去。圣上犹豫，可你与惠安采新婚？临谢低着头，沉声道：此事公主同意。3日后，临谢拿了任命离京，前往千里之外的衡州。不好了，桃花快来！师傅的声音在司命殿响起。我从桃花树上一跃而下，慢悠悠走过去。师傅，何事慌张？你不是在话本里写临谢做了驸马之后，借助惠安公主的权势在朝中结党营私？为何他现下外放去了衡州，还与当地乡绅起了冲突，被人状告到巡抚，下了大牢？师傅不停翻着命簿，口中念叨：为何又不按命簿走？凡尘敬礼，昏暗的大牢之中，几缕阳光透了进来。临谢一身青衣官服，端坐在明暗交界处。我把凡尘镜往前调了调，看完了他到衡州这2年所做的事，原来是为了百姓田地。按照命簿，临谢此时在京中小有势力，还架空了惠安公主，让她专心在府中养育孩子。但惠安公主远在京城，救不了临谢，而且他们还没有孩子，剧情大大偏移。我认命般叹了口气，合上了命簿。师傅，交给我吧。师傅脸上顿时挂上笑容，送了我一程。我附身到惠安公主身上时，她正在写信，我来不及看，立即吩咐前往衡州。公主为何这般着急？侍女诧异问道。我提裙上了马车，我梦到驸马有难。那给太子殿下的信，你看着办。一路疾行，终于在半个月后，我赶到了衡州。交代完侍卫，我乘着车驾直达巡抚衙门。我要见临谢。许是被我来势汹汹震慑到，周巡抚亲自带我进了大牢。临谢闭目倚在墙角，身上官服已除，白衣上有几道血痕，头发凌乱，面容憔悴。他乃当朝驸马，你竟敢对他用刑！我气得拔剑怒指周巡抚。周巡抚脸色一白，连连后退。
惠安公主。林谢听到动静，扒着栏杆看我。牢头将牢房打开，我丢了剑，走到他面前。他的眼睛骤然发亮，用力地抱住我，仿佛要将我按进他的血肉之中。松开些，透不过气了。林谢松了手，捧着我的脸仔细打量，指腹拂过我左眼眼角。2年了，你终于肯来见我。这话说的，难道他和惠安公主吵架了？看来我还得修复他俩的夫妻关系。林谢，乡绅侵占百姓田地一事，我已派人着手处理。你这个县令当的窝囊，随我回京吧。林谢的眼神炽热，我险些抵挡不住，转移话题。瞧你身上的伤，真叫人心疼。小伤而已。林谢说得轻松，可他嘴唇都白了。你可还会离开我？你可是惠安公主的驸马，生同亲，死同学。我的深情还未表现完，林谢便晕了。林谢是在回京的马车上清醒的。惠安公主，唤我作甚？我懒洋洋应声。他忽然伸手抚上我的脸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待确认无误，又笑了起来，眼眸晶亮。多谢你来救我，如同神仙一般。我与他玩笑道，说不定我就是位仙女呢。谁知林谢却用力点头。那回京后我们要个孩子。你忙于公事，留我一个人在府中，怪孤单的。着急走剧情的我问得直白，林谢也不禁红了耳朵。他干咳一声，好。你喜欢什么？啊。话题转得突然，我思忖片刻，我喜欢桃花。林谢红着脸，可还记得2年前姬庆寺的桃花？听闻有贵人来此，我退避到桃花林，不料遇见一位姑娘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眼前逐渐模糊。几息后，我回到了司命殿。近几日天界好似接连有仙人渡劫，师傅忙不过来，派了好些故事给我写。我时常一手拿手札，一手握笔，坐在桃花树上写画画。偶尔得空到樊尘镜前看林谢。哟呵，惠安公主肚子都大起来，这效率挺高的。林谢在朝堂站稳脚跟，因田地一事，他在文武百官面前露了脸，进了吏部。如此，我便可以专心写仙人渡劫的画本了。只要别再出意外。桃花，听说天地之女九公主也下凡历劫了，我跟你打听打听。我的人缘不错，经常有别处的仙子来寻我，探听八卦。九公主，我跳下桃花树，唤出命簿，我帮你找找。命簿上的金字来回跳跃，忽然惠安公主几个大字出现在我眼前。我慌忙合上命簿，抱歉，司命殿有新规，外人不得探听神仙历劫之事。仙子疑惑，什么时候的规矩？没听说啊。今早。送走仙子，我回到大殿，关上门，打开命簿，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。天地之女确实转世成了惠安公主。我不得不感叹，九公主和琼华仙君果然是命定的夫妻，连渡劫都是2口子。只是九公主何时下凡入了我的画本，我竟然丝毫不知。抬头望向樊尘镜，惠安公主的孩子已经在学剑了，只及她腰部的身量舞剑舞得有模有样。等等，惠安公主穿的是太子朝服？这有背景的2人都不按照剧情走。公主，林大人在城外遭燕王带兵围剿，情况紧急，属下是否派禁军支援？禁卫军统领来报。惠安公主仿若未闻，淡定地陪孩子练剑。燕王又是谁？我往前调动樊尘镜，燕王居然是太子。在孩子满月后，惠安公主私下向圣上检举太子非圣上亲子，乃是先皇后从民间报来的。圣上震怒，但为了皇家颜面，揪了个错处废太子，贬为燕王，赶去封地。自此，惠安公主和林谢权势进一步扩大，隐隐超过前太子之势。燕王对此怀恨在心，暗自集结军队，偷偷前往京都。林谢正巧出京办差，2人迎面遇上，二话不说动了刀剑。我在樊尘镜中从未看到过林谢会武，燕王兵力远超林谢，他根本敌不过，他会死在这里。我静静看着，按照画本结局，惠安公主发现了驸马林谢包藏祸心，联合百官斗倒了权势滔天的林谢，罗列98条罪名，死状凄惨。死于乱箭之下，算不算死状凄惨？我看到林谢中了一箭，鲜血瞬间如湿白色长袍。不对，
林谢不该这样死去，惠安公主还没有发现她的祸心。仙君历劫失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司命殿也会遭殃。我迅速施法，再一次下界。公主，禁军统领再一次询问。我按了按太阳穴，忍住眩晕，即刻前往支援，要快。那孩子停了下来，回头看我，眼神淡漠，好似在看一个陌生人。来人，备马，本宫要亲自去。我还是来迟了。林谢身上中了好多箭，像刺猬，长袍被血色浸染，躺在地上微弱的喘息，就不活了。他看见了我，眼睛一如既往清亮，他奋力抬起手指向我。惠安公主。我站在他面前，俯视着他，声音哑涩，是我。天上下起了雨，雨水混着血水流了一地。林谢的眼睛因下雨不停地眨，我画出一把伞，遮在他上方。林谢自嘲一笑，神女爱世人，你为何不肯爱我？我撑伞的手一抖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罢了。林谢似乎想碰一碰我的裙裾，可他没有力气，只能动动手指。死前能见你一面，我心满意足。只是这10年，我还未送过你桃花。我还没来得及握住他的手，那双明亮的眸子便再也不会睁开了。轰隆隆，炸耳的雷声盖住了我的声音，无人听见。林谢，我的绣鞋脏了。神魂抽离后，我躲进了桃花树，任凭师傅怎么呼唤我，我都不出来。我做了一个很美的梦，少年舞剑，桃花漫天，天宫奇景。他每日晨时来桃花树下练剑，累了便倚靠树干休息，闲时爬到树顶观云海。我问他云海好看吗？他跳下来扬起地上的落花，当然是桃花好看。1万年是很孤寂的，有人陪我说话，我十分开心，抖落许多花瓣下来，下雨一般淋了他满身。哈哈哈哈。之后他好似成了一位厉害的人物，天宫之中不断有人寻他比剑。他时常来同我炫耀，说自己是天宫翘楚，除了天帝和几位老神仙，无人打得过他。我用花枝扶了他一下，年轻人要谦虚些。那你说还有谁没有同我比试过？他一脸桀骜，大有我说出名字后大打一场的架势。他皱眉，同你一棵树比试算什么？旁人会说我欺负你不会跑，这有何难？你引到雷劫来，我便能化形了。好，带我回去准备准备，你要等我。桃花，琼华仙君渡劫失败，身受重伤。桃花，九公主历劫归来说想请你一叙。桃花，司命星君几乎每日都会在桃花树下唤我好几遍。师傅，还请帮我回绝九公主，就说我在养伤。你受伤了？快让为师看看。司命星君话音一转，若是被为师发现撒谎，那未来100年的话本都交给你写。好恶毒的威胁！我咬咬牙，飞身出来，撩起衣袖给他看，小臂上雷纹遍布。偌大的司命殿，万年来只有我和他。自我出现后，他一直待我温和，从未像现在这样严肃。这是在凡间善用法术的反噬。你做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草木最忌雷电，飞升即死？我背着手，低下头，小声道：我只是给林谢撑了把伞，我好歹是神仙，休养些时日便好了。唉，司命星君叹了口气，若有所指看了我一眼。你是没事，琼华仙君可惨了，仙力折了大半，你赶紧替司命殿前去探望，道个歉，莫让他记恨司命殿。我心头一凛，郑重道：师傅，若琼华仙君打过来，我会护你周全的，他打不过我。最后我还是去看望了琼华仙君，并且遇到了九公主。卦象显示你的劫数未完，看来你我渡的并非同一劫。九公主见我到来，收起了算卦的湿草，朝外走。她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桃花的话本着实有趣，我历劫圆满，多亏了你。九公主谬赞。我回司命殿后不曾看过樊晨镜，不知道她的结局，但只要九公主满意，我便放心了。眼下给里头那位道歉才是要紧事。琼华仙君，司命殿桃花前来告罪。我话未说完，一股力道将我拉了进去，砰地关上了门。告罪？琼华仙君咬牙切齿，玩弄本君的感情，一句告罪便能过去。我跌坐在他的床边，被他吓得不敢动，任他的手抚上我的脸。
仙君，我哪有你的感情？那2个字我实在说不出口。你渡劫时，我总共只下凡了3次。按照我写话本的经验，这样的3次见面都不够生出感情的，谈完弄更说不上。可他却说3次足够了。他的指腹在我左眼角来回摩挲，都快擦破皮了。仙君冷静，先好好养伤。我微微后撤，避开他的手。你眼角的红痣是我的血，我认的。许是被林燮残留的情感影响，琼华仙君忽然仙气暴乱，长剑失控地在屋内乱窜。我连忙施法控制，一时间整间屋子里满是桃花，那柄长剑也渐渐安静下来，停在我脚边。虽说我的仙法比琼华仙君强些，但我此前遭了反噬，只能勉强控制住它。你还是在乎我的。琼华仙君走到我面前，衣衫松松垮垮，露出白皙的脖颈和锁骨。我还是想再问一遍，神女爱世人，你为何不爱我？我脑子嗡嗡的，咽下喉间涌上的腥甜。仙君说笑了，那你为何违背司命殿的规矩，在我死前为我撑伞？他掀起我的衣袖，你手上的雷纹便是证据，你心里有我。我乃桃木之心，生不出人的感情，在这凡间种种如大梦一场，仙君该醒醒了。该醒的是你，我以仙人之血引来雷劫助你化形，你摸摸自己的心脏，是不是同我一样在热烈的跳动？他拉着我的手去摸自己的心跳，又将手放到我胸口。我的心跳骤然加剧，仿佛万千心事被人窥了个干净，脸上开始发烫，羞恼之下打了他一耳光，夺门而出。若我此时回头，定能看到琼华仙君捂着脸笑得灿烂。出门后我便后悔了，我是来道歉的，结果打了他一耳光，不好和师傅交代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脑中开始胡思乱想。明明琼华仙君和九公主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不仅天帝想为他们赐婚，连渡劫他们都成了夫妻，这得多有缘呀！桃花，九公主喊住我，我等你多时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过去。琼华仙君拜托过我一件事，不对，是林燮。他从袖中取出一枝桃花，我从百花园里折的，凡品，比不上司命殿的，但这是林燮的心愿。我怔怔地接过桃花，问：你们都认出了我？九公主莞尔一笑，轻轻点头，莫非你不曾仔细看过凡尘镜，也不知我们立的何节？我匆匆赶回司命殿，脑中全是九公主的话。我生来淡漠，对万事皆不感兴趣，可数万年后，父亲母亲会陨落，我会是新的天宫之主，我立的是帝王节。而父亲赐婚于我和琼华仙君，无非是担心有神仙叛乱，我打不过。至于琼华仙君的劫，很明显是情劫，亦可称为桃花劫。情劫难渡，他的伤能否痊愈，全系于此。我调动凡尘镜，从头开始看，发现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，譬如林燮和惠安公主的新婚夜。林燮摇摇晃晃地进屋，掀起惠安公主红盖头那一刻，站直了身子，眼神恢复清明。你是谁？惠安公主望着他，淡淡道：如果你是因为姬庆寺见了我一面而决定娶我的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要娶的那个人。他有些焦急，惠安公主在哪儿？本宫是惠安公主。惠安公主一顿，她许是神仙。林燮后退，抵住圆桌，口中喃喃：原来是神仙吗？竟是我空欢喜一场。好半晌，他找回理智，躬身一揖：公主殿下，是林燮无状，贸然求娶，殿下要打要罚林燮不悔。只是这夫妻，你我做不成。惠安公主仍是那般冷静：无妨，1月之后你自请外放吧。谢公主殿下。1个月后，林燮外放衡州。又譬如林燮自衡州回京路上，我离开之后，林燮亲眼看着惠安公主眼角的红痣消失，嘴角的笑意也跟着消失。惠安公主轻声说：她走了。我知道。林燮垂眸，失落笼罩心头。你有几分才干，不如跟了我。惠安公主试探道。林燮毫无反应。惠安公主又道：她很担心你，她说想要个孩子。林燮终于抬头：殿下恕罪，孩子的事我做不到。无妨，孩子我自有安排，只是回京之后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殿下请说。他仓促离京，扰乱了我的计划，我要你回京后帮我，
仕途之上听从我的安排。林谢思忖片刻，答应了他，也请殿下答应我一件事。他喜欢桃花，殿下若有机会，便帮我送他一枝桃花。我还看到了惠安公主的结局。林谢死后，他趁机抓住燕王，燕王私自逃离封地，带兵进京，刺杀大臣，再加上其他大大小小列出98条罪名，判了个凌迟。行刑前夜，惠安公主到大牢中见了他最后一面。皇兄后悔吗？输给你，我不后悔。燕王扒着栏杆，只是我想知道，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？惠安公主挥退侍从，大牢中只剩下他们2人。你是指你的身世，还是你对我虚情假意？你的身世我自小便知，先皇后那是做的再隐秘，也有漏网之鱼，不然你以为我会放任你接近我？做我的皇后不好吗？燕王愤愤道，手腕上的铁链撞击栏杆，哗哗作响。惠安公主摊开手，可我认为天命在我，所以你故意引诱我入京，又派林谢出京办差，一举除掉我们2人，届时登上皇位，无人能够威胁你。惠安公主点头，轻轻应了声，旋即厉声道，你又好到哪里去？在长氏姑姑告知你身世之前，对我做出有违人伦之事，你那时当我是你的妹妹，还是你宫中的侍女？燕王双目赤红，争辩道，可我对你的情谊是真的。惠安公主，你的情谊太恶心了。那孩子呢？惠安公主偏头，浅浅一笑，谁是孩子的父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母亲是我。燕王背过身，滑倒在地，放肆大笑起来。1年后，圣上驾崩，惠安公主即位。原来燕王才是那位不得好死的凤凰男赘婿，林谢这位真驸马倒成了假的。司命星君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，我哭喊道，师父，怎么办？其实剧情没有走偏，是我看错了主角，还3次下界，差点害得9公主历劫失败。司命星君一把拉起我，为师也有错，放心，若有罪责，为师和你一道担着。师父，你真好。司命星君欲言又止，我擦了眼泪，让他直说无妨。琼华仙君在殿外等你。我想起了早先在琼华仙君那儿的事，想起了我打了他一巴掌。师父，你快把他赶走，我要养伤去了。言罢，我迅速从窗户飞出去，闪进桃花树中。有些事情面对不如逃避来得好。琼华仙君，桃花他，我知道。司命星君离开了司命殿，琼华仙君拿着长剑慢慢开始舞剑。我躲在树里，目随剑动，一招一式十分熟悉，仿佛这般情景我见过千万次。桃树开始修补我的身体，常年不谢的桃花纷纷落下，留下光秃秃的枝桠，花瓣铺了厚厚一地。1刻钟后又再次发芽绽放，桃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循环往复。我醒来后，琼华仙君正倚在树下闭目休息，我现身出来，坐在树顶，遥望云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下面传来一道懒洋洋的声音，是云海好看，还是我舞剑好看啊？桃花，仿佛还是千百年前的那个少年。我记得你还欠我一场比试。是啊，200年了，你终于记起来了。他眼中隐隐有泪光闪过。我和琼华仙君进行了一场比试。他挥剑一挡，你行不行啊？当初说的那般厉害，怎的都过了100招，你还没打败我？我顾及你身上有伤，没使全力，不许让我。他皱了皱眉。我无奈一笑，全力使出一剑，哐当一声，他的长剑被我挑落。一招制敌。我拾起长剑递给他，我没骗你吧？你确实打不过我，我万年的修为不是你能比。他低头快速亲了一下我的脸颊，对我笑得张扬。我输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我拜你为师吗？当初我好像没有答应过你什么吧？我再次挑落他的剑，扯住他的衣领往下拉，在他耳边轻声开口，拜我为师，平白多了辈分，不如你以身相许。接着我松开了手，笑盈盈地看着他从耳尖红到了脖颈。不多时，头上乌云笼罩，是劫云。我后退2步，指了指上面，你的雷劫，自己过。琼华仙君用力点点头，举起长剑相迎。半个时辰后，整座天宫都弥漫着桃花。9公主接住一片花瓣，看了一眼司命殿的方向，看来她的情节已经过了。2位高手，何该归我手下？
天宫是时候热闹一下了。九公主收起笑意，朝天帝的居所走去。我和琼华仙君成亲那日，他喝醉了，趴在我腿上絮絮叨叨说了许久。我早就看到你了，3尺宽的石板路你不走，偏偏走林间小道，结果现在泥中出不来。我当时就想看看是谁这么蠢。你一抬头，我当时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娶你为妻。我甚至回去捡了你的绣鞋，可后来我掀起新娘盖头，发现不是你，着急死了。我清楚记得你左眼眼角有颗红痣，他没有。他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急哭了。我慌忙哄了2句，他就着我外衫擦了眼泪，继续说：此后每一日我都很想你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出现的时候，你突然来大牢里看我，我仔细看了你的脸，一高兴居然晕了过去。我耐心听着，他忽然起身，凑到我面前，目光锁住我。你说和我生孩子的事是认真的吗？话音刚落，他一个劲儿开始脱自己的衣裳，没一会儿便脱得只剩内衫。我按住他的手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他迷迷糊糊的，眼尾夜出绯红，正脱手来解我的衣裳。神女爱世人，是职责所在。沉寂万年的桃木之心，因你生出了血肉，你是心之所向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